一枚标枪飞弹10万美元，一辆俄制 T90MS 430万美元。T90MS 能扛43发标枪吗？已经持续3个月之久的乌克兰战场，如今已经彻底成为苏制主战坦克的墓地。无论是什么经典的 T62、T72 主战坦克，还是俄罗斯最新型的 T90M， 通通逃不过打碎回娘胎的命运，都像是纸糊的一样。有些被打得身首异处，有些直接被打成零部件，说不定捡回去还能当一个大号乐高。社交平台甚至已经开始出现炮塔飞行高度的比赛。火力军弱弱地问一句：俄罗斯的宝贝疙瘩 T14不敢现身乌克兰兄弟面前，是不是因为不敢参赛呀？火力军倒还挺希望他能拿下一个不错的比赛成绩。玩笑归玩笑，这一次的乌俄冲突让一些观点再次成为军迷们茶后谈资。主战坦克还有没有用？各国还需不需要改进装备这些铁疙瘩？大家好，我是火力军，今天就来聊一下主战坦克在现代战争中能起到多大作用。乌克兰战场上，乌俄双方主战坦克的战损数量之高，在近些年的局部战争中都是非常罕见的。虽然俄罗斯一直藏着掖着，并不愿意公布俄罗斯究竟打没了多少家底儿，但根据外界不完全统计，俄罗斯陆军目前保守估计已经损失600多辆主战坦克了，这个数量比英国拥有的总数还要多。这其中不乏相对落后的 T72A、T72B3， 就连更为先进的 T90M、T80BVM 都难逃成为大号手办的命运。战损主战坦克甚至已经达到俄军现役数量的1/6。乌克兰那边更是夸张，损失数量已经超过上千辆。这里面最让火力军惊讶的，绝对是 T90M 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俄罗斯那边刚吹捧完 T90M 比其前身 T90 更有战斗力，后脚就被乌军收入囊中。其中让火力军惊讶的一点就是 T90M 炮塔居然没有飞出去。在火力军印象中，俄罗斯坦克炮塔可是一个比一个能飞，这 T90M 明显不行，居然不会飞。要知道，此次乌俄冲突完全是一场军力不对称的战争，甭管开战后俄罗斯的表现有多下饭，至少开战前，火力军一直认为俄罗斯军力世界前3，远超排名24的乌克兰。此前，乌克兰就已经在乌东地区的军事冲突中损失大量主战坦克，以至于就连本国出口的主战坦克都被临时征用。所以在主战坦克这一块上，乌军与俄军差距可是相当大。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坦克部队居然能在战场丢盔卸甲，损失这么大。坦克无用论其实早已出现很多次了，最早坦克危机是在1973年第4次中东战争，埃及军队首次在战场上集中使用反装甲武器，一度迫使以色列主战坦克尸横遍野。在那片荒漠战场中，随处可见坦克残骸。第2次坦克危机就是直升机与反装甲武器的结合，也就是声势浩大的海湾战争。美军直升机面对伊拉克装甲部队可以说是横扫。当时的伊拉克100万大军装备了几千辆坦克，然而这些坦克还未见到美国身影，就已经被埋葬在沙漠之中。第3次就是纳卡地区冲突，我们又看到了新的一轮坦克危机。无人机与反装甲武器的结合，同样展示出了很多作战特点，同时也对坦克装甲部队构成了新的作战威胁。阿塞拜疆凭借着土耳其生产的 Brektar TB2 战术无人机，轻而易举地摧毁了亚美尼亚陆军上百辆装甲车，甚至包括一套 S-300 防空系统，直接导致了亚美尼亚的战败。要知道，在传统上认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军力是对等的，即便是有差距，也不至于一败涂地。但就是一个无人机与反装甲武器的结合，导致了一面倒的战争。坦克陆战之王的地位再次被2个小国之间的战争动摇了。坦克自1战诞生以来，一度成为改变陆战态势的决定性武器，对于步兵单位来说，完全就是降维打击。不过，所有武器发展都会迎来对应的可行。随着单兵反装甲武器的性能提升与普及，坦克的优势地位受到了很大冲击。再加上近现代多次局部战争中，武装直升机和察打一体无人机从天而降的挑战，更催生了所谓的坦克无用论。尤其是近些年，英国与美国海军陆战队都相继传出所谓数字化轻装时代改进的消息。改进的核心之一便是几乎淘汰现役所有主战坦克，尤其是英国。
甚至准备放弃挑战者主战坦克，转而选择阿贾克斯重型装甲车。两个传统强国的举措似乎在证明坦克无用论是正确的。在以往战争中，我们常说对付坦克最好的武器，那就是更为先进的坦克。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都在不遗余力地研发比对方更先进、更强大的主战武器。但在现代战争，对付主战坦克最有力的武器已经不再是更先进的坦克，而是新一代大威力反装甲武器。攻顶式末敏弹、制导炮弹以及察打一体无人机为代表的全方位反装甲作战系统。在很多情况下，坦克炮长与车长甚至还没发现敌军在哪里，就被从天而降的强大火力摧毁了。1991年伊拉克战争中，伊拉克数千辆各型坦克装甲车，绝大多数还未发挥作用，便被多国联军的空袭摧毁。这里就有人说了，这是美国体系与中东体系的对抗，杀鸡用牛刀，伊拉克不可能拥有还手之力。姑且算是一个解释。那么，叙利亚政府军在面对装备反装甲武器的对手，沙特装备最现代化坦克的陆军在面对落后的胡塞武装时，这些又作何解释呢？同样，这一点也在乌克兰战场上得到了充足的体现。拥有强大装甲的空中优势的俄军，竟然没能几天内闪电占领基辅，灭国乌克兰，既证明了俄军的无能，也证明了乌军的强悍。而乌军强悍的直接原因，则是西方先进武器的助力，其中两大主角毒刺和标枪，一个打断了俄军飞行的翅膀，另一个则掀开了俄军坦克的龟壳。凭借这个，就能让俄罗斯损失惨重。在遍布反坦克飞弹的乌克兰 ，T90M 也很难全身而退。T90M 从第一次出场到被击毁，也就只有1周左右的时间。而且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反装甲武器弹药的威力也在大幅提升。在乌克兰战场大放光彩的美国标枪反坦克飞弹，采用攻顶模式攻击坦克顶部。这里是坦克装甲最薄弱的地方，只要命中，80%多的坦克都会被瞬间肢解成一堆堆零件。只要有1枚反坦克飞弹，连单兵都可以拿捏坦克。可见，在现代战场上，坦克所面临的窘境。单兵装备的发展正在影响包括主战坦克在内的一系列作战系统。无论是欧美坦克采用的均质甲，还是俄军坦克的反应甲，都难以抵挡得住反装甲武器的进攻。但若是为此研发新型防御装甲，那就要考虑经济效益的问题了。坦克防御装甲与反装甲武器是矛与盾的关系，但两者并不对等。研发新型防御装甲是一个耗时又复杂的军事工程。假设研发新型装甲可能要花费$10，而升级一下反坦克飞弹只需要花$1。我只需要花费$1，就可以把你用$10研发出的盾击穿，这显然不划算。而且一款新型坦克装甲研发出来后，往往很快对应的反坦克飞弹也会被研发出来。按照目前发展来看，当代主战坦克防御装甲的发展已经落后于反坦克弹药穿甲、破甲威力的提升幅度。此外，攻顶式反坦克飞弹、末敏弹和末制导炮弹主要打击坦克最为薄弱的炮塔和发动机舱顶部，几乎是一击即毁。即便是最先进主动防御系统，也很难拦截来自空中近乎俯冲而下的反坦克攻击。在主战坦克面对的天敌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主战坦克自身技术发展厅样越来越接近极限。从某种含义来说，当今主战坦克发展已经碰到了天花板。即便对于美国、德国或者英国这种坦克研发强国来说，也是相当困难的。自从上世纪60年代中型坦克被主战坦克所取代之后，源自中型坦克的主战坦克在吨位上一路飙升，发展到21世纪时，已经成为了50吨起步，60吨属于家常便饭，70吨也并非遥不可及的钢铁恐龙。美国 M1A2 SEPV3、德国豹2 A7+以及英国正在改进中的挑战者3等主战坦克的战斗权重普遍达到了60吨以上，甚至70吨。全球主战坦克的快速增重会带来非常多的问题，比如运输方面，主战坦克空运与陆运都受到极大限制。像美国 C-17 大型运输机一次只能运送1辆标准型的 M1A2 主战坦克，但从新一代主战坦克性能提升的角度来说，大幅增加战斗权重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了新一代坦克主战威力更大以及口径更大增加重量，
为了能够防御敌人攻击而装备大量复合装甲、爆破反应装甲以及主动防御系统，要增加重量。此外，主战坦克还需要装备大量附件设备，例如辅助动力机组、三防系统、灭火易爆系统、空调、遥控武器站、火炮校准系统等等，这些都会增加主战坦克重量。所以，现代化的坦克想要按照大而全的思路继续发展，那么战斗权重主动节节攀升。另一方面，现代化主战坦克采购价格也随着战斗权重一起增肥。毕竟一分价钱一分货，此前日本90式主战坦克就曾连续2年蝉联冠军，价格冠军，其采购价高得惊人。1991年日本防卫省批量进货时，90式主战坦克单价就已经高达850万美元。尽管后面日元贬值，但其价格仍然没有低于800万美元，多少让人觉得有些高不可攀了。而如今主战坦克的采购价早已不是按照100万美元为单位来计算了。法国勒克莱尔主战坦克公开的采购价竟然高达1260万美元。更令人啧舌的则是美国陆军 M1A2 SEPV3 主战坦克，由于其需要从老旧坦克进行全面拆解翻修，再换装零备件以及新设备，耗费了大量的人工，最终的采购价竟然飙升到了2000万美元，这还是美国陆军本国采购的内部价。波兰向美国订购的250辆 M1A2 SEPV3 主战坦克单价更是达到了2400万美元。从这2个方面，我们就能看到一个问题：目前主战坦克面对的致命威胁越来越多，战损率更是节节攀升。可以说，在先进反装甲武器面前，尤其是那些采用攻顶式的武器，无论是苏俄 T90M、T80 BVM， 还是西方的 M1A2 SEPV3、豹2 A7 加，其实命运差不多都是一样。另一方面，现代主战坦克的战斗权重却越来越大，战场适应能力和机动能力越来越差。同时，现代主战坦克的采购价格不断飙升，要付出越来越高的资金和成本。所以，我们讨论主战坦克到底还有没有用，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主战坦克在现代以及未来战场上的消费比越来越低了。以美国空军核心主力战机 F-35为例，我们可以与同为陆军核心装备的主战坦克来做一个对比。F-35采购价格大概在8000万美元以上，但在作战任务中能够摧毁敌方数十亿的各种装备，包括敌方战机、预警机以及雷达基地等。而对方想要对付 F-35战机，甚至需要花费上千亿美元构建完备的反隐身防御体系。所以相对来说，研发5代战机的消费比是非常高的。这也是为何现代世界各国都纷纷研发装备5代机的原因。而与5代战机相比，主战坦克消费比出奇的低。且不说火力军前面所提到的各种先进反装甲武器，哪怕是在路面设置的大当量遥控炸弹或者反装甲地雷，都足以摧毁当今最先进的主战坦克。然而，尽管每次局部战争后都会出现淘汰坦克的呼声，但即便在美军内，也有将领用实战案例来证明坦克的不可取代。这些将领表示，若是美军没有主战坦克，就不可能在空中打击无法到达时击败伊拉克装甲部队，而未来的对手在坦克数量和质量方面都不可小觑。美军地面部队如果轻装过度，就会吃大亏。现代化战争更多的是体系的较量。坦克的作用是在地面战斗中为步兵等单位提供持续性且可以时刻伴随的火力支援。相较之下，武装直升机往往会在开火之后返航，而且在对方完善野战防空体系面前，甚至要控制射击条件，否则必然损失惨重。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打击效率骤降。无人机虽然滞空时间长，但载弹量低，速度慢，飞行高度低，并且严重依赖后方遥控。如果对方防空火力和电子对抗效率够好，那么无人机不是损失巨大，就是彻底失控。新世纪以来的坦克无用论的背景，大多是在一些实力严重失衡的局部战争着眼分析。此类战争中的弱者甚至都没有建成现代化军队，不但缺乏现代化技术装备以对应体系，甚至基本重武器火力支援都难以实现。但这并不代表以后的战争都是强国与弱国开战，因此过去空中力量决定一切的设想未必会实现，传统高强度陆战依旧有可能出现。那么对于台湾来说，真的需要主战坦克装备陆军吗？
早在美军同意向台湾出售 M1A2T 开始，这项采购案受各界不少关注。其中，除每次军购都会引起讨论的钱的问题外，也有部分声浪质疑坦克在台湾的实用性，认为台湾环境不适合坦克作战，买 M1A2T 实属浪费。这是因为台湾众多城镇城市并不适合坦克作战，因为城镇战中掩护以及死角比较多，反装甲步兵能轻易埋伏在建筑物中，并能伺机伏击敌装甲部队，造成重大威胁。此时就需要城镇战中讲究的步战协同，让步兵先于装甲部队进入城镇进行侦察扫荡。遇到敌人时，坦克则能发扬其强大的直射火力，使用主炮或负载的各式机枪掩护步兵攻击敌人。步兵保证作战死角安全，坦克为步兵提供后盾以及火力掩护，才能达成最佳互补效果。不可否认，坦克在进行城镇战时非常容易遭受肩射火箭等反装甲武器的攻击。对此，最为有效的应对战术即是步战协同。具备丰富现代装甲作战经验的以色列及美国都有如此结论。台湾防卫构想核心就是不对称作战。虽然目前有人建议台湾可以采用轮式战车替代主战坦克，一是成本低，二是轮式战车也能提供不亚于坦克的火力，并且还有更好的机动性，更适合台湾作战环境。例如台湾自研的云豹步兵战车，然而轮式步兵战车防御力与主战坦克相差甚远。以城镇战而言，反装甲火箭及反战车飞弹等战防武器便能轻易摧毁轮式战车，甚至一些大口径机枪或者大口径机炮以近距离射击，都有能力击穿轮式战车侧面甚至正面装甲，其生存性可想而知。试想一下，当台湾发生城镇战，你会选择一辆拥有强大火力及防御力的 M1A2T， 还是一辆云豹步兵战车来掩护你？答案显而易见，不是吗？在如今越来越常见的现代城市作战中，坦克也是必不可少的。较远的车臣战争、伊拉克战争，到最近的叙利亚战争，坦克都是城市巷战中的利器，能有力帮助步兵作战。美军在伊拉克战争的作战经验就表明，防护厚实、火力凶猛的主战坦克是巷战中必不可少的兵器，是步兵战车等根本无法替代的。如今坦克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威胁太多，反坦克飞弹、地雷、飞机、火箭筒等等都能轻易干掉坦克。不过在合适的战术之下，坦克还是能发挥巨大的作用。而如果战术不精、训练不足，就会出现中东战场那样坦克沦为活靶子的悲剧。几千年以来，战争胜利结束的标志一直是步兵占领。只要这个标志不变，换句话说，只要战争的形态不变，步兵就会永远存在，坦克就永远有用武之地。你们认为未来坦克会被替代吗？会被哪种武器所替代呢？欢迎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